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当然要带您关心的是国际焦点了。那么加入我们的来宾包括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海军舰长李礼师舰长午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的国际焦点当然都锁定在了是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的案件。我们赶快来带您看到当时现场的画面有多惊悚。那么就在川普呢，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旁边的人开始一直突然乱叫说他有枪，赶快的一直在跑。那么众人开始逃窜。那么现在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当时呢就是这一枪打过去之后呢，川普突然捂住他的右耳，然后紧急蹲下，下面的人呢就一直喊说他有枪，他在屋顶上，然后接下来就传出阵阵枪响，据传是有5次的枪响。那么现在报道也出来了，说差1公分就爆头了。那么川普遭枪击，特勤肉身护卫他带血呢，直接举起手高喊 fight。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川普的脸上都是血，特勤人员赶快将他团团包围住。这时候呢，川普站起来之后，就这么刚好美国国旗在后面飘扬，他大喊了一个 fight。那么呢，川普就这样子的姿势呢，也让网友说这一场选举看起来已经是他赢定了。事后特勤人员通报，子弹打中了川普的右耳，就差这么一点点1公分的距离就会被爆头。有目击者指出，川普因为在关键的时刻转头看了下身后这个荧幕上的图表，就是这个动作，子弹才从他的右耳呢这样子射中，幸免于难。否则这个子弹如果进到头部的话，今天所有的结局恐怕都已经改写了。现场的与会者呢，有一个叫史密斯的人就讲到了，他说他看到有一个男子拿着步枪爬到屋顶，随即呢，警方就指出了枪手的位置，不到几分钟就蹦蹦蹦出现枪响。史密斯说呢，他心想为什么川普还在说话，怎么都没有人把他拉下台，还说目前他的特勤人员已经直接击毙枪手了。但现在有人引述官员的话说，川普很有可能呢是被这个玻璃碎片给击中。这个碎片是从哪里来？就是他旁边啊，现在都会有一些提词机。要提醒他们讲什么，所以那个子弹可能打到提词机，然后那个玻璃碎裂，然后扫到他的右耳。现在有一说是这样，那么现在有人就说了，射伤川普的到底是谁？没想到呢，你可以看纽邮第一时间竟然说疑似是一个中国人，他说一名中国人 a Chinese man， 随即又改成一名 white male。所以啊，大家都想说，这个第一时间你怎么又把它扯到了中国人身上？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张照片甚至讲到了这个后面这个白白的一道线哦，并不是什么飞机飞过的痕迹，而是当下捕捉到子弹的痕迹。真的有这么神吗？他们说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他们的距离哦，这个川普中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哦，那么疑似枪手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距离就有135公尺。那么现在枪手的照片也曝光，是一个宾州20岁的男性，使用的是 AR-15半自动步枪，狙击的位置离台上的川普还有好几百码哎，哇，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个答案。那么现在最紧张的恐怕就是他的对手这个拜登啊。那么因为现在呢，川普的座机呢，刚刚也抵达了纽泽西州，他自行走下飞机。这个画面我们带你来看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嘛，川普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就医？伤势如何？没想到他还是去参加全代会，而且还自己走下飞机，看起来是相当的状况还不错。那么川普长期担忧被谋杀遇袭之后呢，他还是跑去了共和党的全代会，似乎也要显示他无畏的精神。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川普造势遇到枪击，白宫也立刻回应了。拜登呢，第一时间以总统的身份作证，然后听取初步的简报，而且拜登还打给川普，提前从德拉瓦州已经回到白宫了。拜登的竞选团队也说他们暂停宣传，他说他很感激听到川普平安无事，情况良好，甚至喊出美国不允许这种暴力的行为，这是非常非常病态的。那么现在川普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利多了呢？怎么说？现在包括了Meta 宣布要解除川普的脸书跟 Instagram 账号限制。Meta 公司呢在12号宣布取消之前针对川普他的 Facebook、Instagram 处罚跟限制，这也是 Meta 从2021年之后第一次对川普这样子完全松绑。但是现在对于拜登而言，恐怕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了，因为现在劝退声不断，民主党籍的前议员甚至致公开信请拜登，希望你可以让贤。24名的民主党的前议员呢，
公开的发表这封信，希望呢拜登可以让其他人角逐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现在逼宫声浪不断，但是桑德斯却力风的来挺拜登。他说呢，今天呢要力抗要求拜登因为健康问题退选的声浪。他说他支持拜登继续来连任。我们首先要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今天这起枪击事件呢？可以说是国际都非常的震惊。那么川普后来好像还是继续下了行程，有人说他赢定了，你怎么看？对，赢定的话，大概就是说他赢得这场选举的可能性会大增啊。不过这一枪基本上改变了川普的命运啊，改变了美国的命运哈，也不为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枪如果再往右边哈，1公分的话，那川普就是就可能无法躲过这一劫，因为是直接打他头部嘛，很少能够这样子能够生还的啊。如果他今天中枪啊，那不治的话，那说实话哈，美国总统也未必是拜登哦，因为美国可能就会因为陷入一个动乱当中了。所以这一枪还好是没打准，打准的话，那美国就是动乱，然后呢，把这个本来已经紧绷的情势会造成2个阵营这种彼此的更加的仇恨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拜登事实上是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哦，川普真的是他的这个运气非常好，躲过这一劫。美国人很多害怕的回应，因为过去像是甘乃迪也被暗杀嘛，那么很多美国人对于这样子的事件，如今又发生这样的枪击案，您觉得会不会对美国人投票的意向造成影响呢？一定造成影响，因为川普他是受害者啊，对，受害的他就会获得利，而且整个事情看起来很多细节很有趣的。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摸耳朵一下他立刻就蹲下去，对，动作非常敏捷迅速就表示他的身体状况不要测试，不要什么认知测试、神经测试，他老兄超级灵敏，对，而且身体也很好，反应非常的快。第二个，你知道他被压下去以后，后来有人说那个枪手已经被打倒了对，所以可以离开现场。因为当时是扑上去，然后呢5名大汉扑上去，让他不能动结果有人说可以走了，就听了川普老先生一点都不老，他说等一下，我鞋子掉了，等我鞋子先穿上，我要把鞋子穿起来。为什么我就要穿起鞋子？他不要太狼狈，他还要仪容整齐，形象。然后他说再等一下，就看他手伸出来。一只强壮有力的手背，然后呢，就看他嘴巴那个形状F 开头的，哇，他还是多清楚他用的那个字叫 fight， 对不对？可见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动作对他很有利，所以可以说他算是什么？非常非常的机智，而且临危不乱，我想这都替他加分。这都替川普加分，因为一个做领袖的人物他不能在这种非常所谓的这种危机紧急时刻哇张皇失措，对屁滚尿流到处怎么样，搞得怎么狼狈不堪。你看他还晓得最后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手势，做一个大将之风的感觉。对，然后讲出那个 F 开头的字是 fight， 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很厉害。那所以我认为这一场事件川普是赢家他不但躲过了一劫，连危机处理都做得很好，危机处理各方面。那拜登事实上的话，他还有的要解释了，因为已经有人在攻击他说，这个就是民主党搞出来你们一直在这个丑化我们川普，对不对？你一直在上次你还有讲话如何的针对川普，你在刺激你的选民对川普产生不利，所以呢，而且这个共和党过去一向被尤其川普的支持者被形容成什么，都是暴力边缘的。我们都很记得那个所谓的那个骄傲男孩 Proud Boy。上一次在那个辩论的时候，拜登还特别提出来，
你是有暴力倾向的，还说你那个支持者 Proud Boys 如何如何，结果现在呢，受伤的、被刺杀的、被枪击的是川普，不是拜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势啊，会有很大的转变的。那真的如果说没有再发生这种戏剧化的这种情况的话，转折的话，那川普真的赢面越来越大。好，我们来问一下彬哥，今天清晨的这个新闻让很多人一早醒来，假日一早醒来都吓一跳。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拜登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了，因为之前才把人家泽伦斯基的名字讲错，那么反应又没有那么快，现在又变成川普，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又有这样子临危不乱的动作，彬哥你怎么看？老实讲，现在实在是很难想象川普到底要怎么输，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输，因为美国人是一个很崇拜英雄的那个国家。那川普在这一场遇袭的整个过程当中展现了那种英雄气概，特别是刚刚有人说刚刚你们那张照片，基本上他背后那个国旗飘扬这样，然后他那个手这样扬起来，有人说那个大概今年普利兹新闻奖就是这张，你知道，因为那个照片本身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气势的，那川普的英雄形象，我觉得经由这张照片，大概整个散发出去，大概全美国都看到。那美国人这么注重英雄形象的国家，然后川普又表现得临危不乱，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对川普本人是大大的加分，甚至超过这个子弹造成的威胁所造成的阴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给了美国人。那我也必须讲，就是美国这一场选举开始越来越混乱。那之前大家一直在想说，川普如果输掉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动乱？因为他可能不服输，然后美国可能造成内战啊，或者什么样的状况。那现在看起来我还真的不知道川普在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到底要怎么输。而且说真的啦，就是我们就算从另外一些角度，你知道美国虽然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可是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相信天命这种东西。那川普，你看他在这么惊险的差1公分的状况下，就闪过了这一次的袭击，等于大难不死。对，就是你会很自然而然让大家觉得他好像就是个天选之人，你知道很容易就让大家觉得有这种感觉啊。你知道，甚至有人已经去找了一些，包括之前那个什么光明会卡牌啊这些东西，说早就已经预言到这次川普会遇袭，然后当时卡牌上面讲的是说他永远逃不过，但他居然逃过所以逃过了，这代表真的是不是连上帝都在帮他那种感觉？因为整个运气全部站在他这一边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整个气势对民主党来讲本来就已经低迷的气势，经过这一场之后，更加是雪上加霜。我看整个要翻身是真的很困难。那即使桑德斯现在逆风站出来力挺这个拜登，可是问题是民主党内抽腿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金主，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他已经有大概9000多万美金的金额被冻结了，说如果你继续选下去，我们就不支持你，就不给你这些援助了。那这个对拜登来讲都是重击。那再加上今天这一场，说真的，接下来拜登你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一场所带来的一个效应？对，你觉得拜登还有什么机会吗？之前北约的时候，本来北约峰会是拜登的一个重头戏，他企图借这个重新拉抬自己的声势，可是显然也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失误，造成了北约峰会的气势没有真正打出来。那现在又出现了川普遇袭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啦，看起来整个大势几乎已去了。接下来除非出现奇迹，我认为拜登几乎没有胜算。实际上，美国的赌盘也是这样看。美国赌盘现在已经看整个大翻盘了。拜登那个川普现在是赔率最低的，一赔1.4。对啊，那拜登都已经是好几倍以上的这种赔率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大概整个大环境对拜登也非常不利，看起来拜登是非常难扭转。好，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哦，因为川普遇袭，刚刚呢，这个大家都讨论到这张照片，你看到美国国旗，然后川普奋力一握拳往上抬，大喊 fight， 旁边还有2名随护陪着。有人就说这个摄影记者的作品现在当然了，在全世界发酵了，很多人都说这个构图跟哪一个很像，跟1830的这一张还记得吗？这个当时我们在课本都会看到这张照片嘛，1803年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构图似乎有一点像。舰长你怎么看？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下一个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照片。我们来看啊，其实是这次的照片非常多。那这个就是刚刚
讲的，这是《纽约时报》的照片啊。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中间有一条线，那就是子弹飞过的这条那个路径啊。那川普其实就是运气好，他就是头侧过来看他的大型的说明版的时候呢，他正好躲过了这一次枪击啊。那至于说这张照片啊，其实很多家都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记者都在下面，然后他被枪击之后，大家其实都在等，看他什么时候站起来。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川普就一直在想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等他一站起来之后，那刚刚大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比出这个 fight 的时候，所有的记者在下面，所以所有的记者的那个镜头都是往上看。对，那他这个原来就是2部吊车吊的美国国旗，这个一直都是川普的意向，他在哪里都是美国国旗飘扬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啊，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我们刚刚还讲到说有关于 FB 或者 IG 开放有关于川普的使用，可是川普现在连那个 X 他都不太用了，他用的是他自己的叫做Social 的这一个软体啊。那他在这上面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True Social 的这一个社群媒体里头，他直接讲了这句话：目前枪手的情况一无所知，然后而且已经死亡，然后他被一颗子弹射中，而且穿过他的右耳的上方。那这个因为现在我们是普及时段了，所以基本上来讲都上了这个灰阶的颜色。对，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这有一个白点啊。其实这个白点就是枪支命中的地方。然后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爆发非常多的阴谋论。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一个枪手被击毙的枪手，他在之前就已经被无人机拍摄下来的照片，就是这一张。那这一张照片既然可以出来，已经有人在那个 X 上面提出疑问，为什么那个特勤局没有把他驱离开来，就是让他可以上到屋顶，让他可以出枪试瞄。那这135公尺的射击啊，如果以前2年兵役的话，那个陆军都可以打到135公尺射击都没问题啊。那因为这个原来的这张照片过于血腥啊，那他的那个就是这个枪手啊，那我们这边那个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头发，这是他额头上的血迹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普及时段，所以我直接用这个无人机的照片呢，直接盖上去啊。那我们这样讲啊，如果遇到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川普是有想过的，他一站起来 fight， 这个就是无畏的精神。然后其实呢，我们看到啊，他以前我们追溯他以前，他是 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 也就是纽约的军校出来的，所以他对于这一些枪的声音啊，以及他该做什么反应，大家会觉得他那个念军校是10几岁的事，到现在他已经70好几了，怎么会忘记？那个应该已经忘记了，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军事的训练啊，都叫做建构在你的一个肌肉反应里面，就是你一听到声音，或者是你遇到状况，马上就要反应，而不是在那边想半天。因为你在想半天，像拜登一样的话，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啊，也就是现在川普他不但自己下飞机，他还说他要自己去参加共和党的全代会，对，那也就是告诉大家，他准备要当选了。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讨论更多的国际焦点。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那我们要帮您插播一下最新的消息。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案，这个枪手呢，他的背景身份现在也被起底了，传出他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不过他过去也曾经捐给民主党15块钱的美金，换算台币大概是488元。就是这样的背景，让很多人都觉得相当扑朔迷离，到底他是哪一边的支持者呢？还是就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不过我们等你看到的是，现在川普遇到枪击哦。预
遇袭的地方啊，被加地标是传说诞生。就像我们刚才来宾讲的，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美国英雄就要崛起了，就好像我们在讲，就有一个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是不是又要再现了？那么现在北约呢，就针对“一带一路”在北京、在欧洲的投资基础建设，现在北约担心威胁。打算收回管理。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北约正在商议，如果俄乌战争情势如果再升温的话，可能会考虑收回大陆在欧洲的基础建设。因为北约的官员说，他们担心北京会利用其他在欧洲拥有的基础设施，帮俄罗斯来提供一些物质的援助，所以收回的计划是一个防范于未然的动作。但其实从2013年开始，大陆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投资数百亿美元，投资包括了建设连接东欧中国的铁路，以及北海、波罗的海港口。那么截至2023年，你可以看到欧洲有27个国家跟大陆签署“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文件，约占欧洲国家的一半。那么现在钢铁驼队是不是要对上了美欧的 PG2 呢？因为经过10年多的发展，大陆境内已经有112个城市开行了这个中欧班列，形成了西中东3条出境的通道，连通了100多个亚洲城市跟200多个欧洲城市。根据这个数据来显示，从大陆到欧洲运送同样的货物，中欧班列呢运输费用大概是航空的1/5而已，运输的时间是海运的1/4。但你看哦，2022年美国跟 G7 盟国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以及投资伙伴关系，为的就是透过6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与一些高品质永续的基础设施，2个标志性的项目就是运输走廊，一个呢是连接印度到阿拉伯湾，还有到了欧洲去。那么呢，另一个是在非洲连接安哥拉，那么还有圣比亚跟民主共和国的这个地方。所以，但是至今呢，8字都还没有一撇，就是雷声大。但是雨点小，欧洲多国现在是不是都离不开中国了？包括了意大利的汽车品牌，还打算转让给陆汽。为了鼓励大陆的车企呢，在意大利投资设厂，意大利政府说，他们考虑透过一些法律的手段接管欧洲汽车巨头斯泰兰蒂斯集团旗下停产的汽车品牌，可能还会把使用权转让给中国大陆的企业来使用。那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也预计在3中全会后来访问中国大陆，是不是他们之前退出“一带一路”，现在要来表达他们后悔了呢？那我们再带你看到路透说，欧盟就中国电动车征税表决，德国将弃权投票。那么呢，他很快呢就要进行表决，但是路透说，这个德国已经呢是想要来投弃权票了。这也是布鲁塞尔里程碑式贸易案支持的第一个考验。好，现在呢，人民币要来 PK 美元在中东激战，北约设首个中东的联络处选定在约旦，那么就在它的首都安曼，那么要加强北约跟中东还有北非国家的合作。传出因为美国施压，现在中东国家在伊拉克被迫暂停使用人民币结算，因为美国联准会的指示，伊拉克就说现在没有办法用人民币来结算贸易了。由于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量每天是350万桶，这些石油的收入必须要存储在这个纽约联准会银行的账户里面，所以伊拉克的央行许多程序都受到美方的意愿来支配。那么现在在中东的视角也说了，洋气油源换安保，沙国的王室他们的棋局跟盘算。先前呢，沙烏地阿拉伯考虑石油销售改成其他货币计价，外界就说这是沙国的王储洋气油源换安保的安排。石油的出口顺差接受以美元支付，会透过买进美国政府公债，用美元收益的循环使用，借此美国支应这些贸易逆差。但是如果它一旦不用美元来计价的话，可能会对于美债体系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是影响。现在上海市委书记就说了，欢迎沙烏地阿拉伯企业加大在上海的投资力道，那么表示会强化战略投资合作。我们现在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枪击案的事情这个枪手的背景已经陆陆续续被起底了，甚至就连这个地方中枪的地方都被设一个地标，您怎么看？对，我想就是说，这个整个欧洲的情势，当然还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了。对，美国事实上的话，联欧至中是
拜登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对，今年呢，你看这个北约啊，它的这个峰会里面啊，把中国大陆定位为俄乌战争的所谓的决定性的赋能者，叫做 decisive enabler。它意思就是说，没有中国大陆的给予他的支持的话，这场战争可能还不会打成这样子。所以这个罪名看得很大了。那是不是如此？他从他里面的说法啊，说啊，这个中国大陆给了这个跟俄罗斯做了很多贸易，那这都是军民两用的贸易。他说，比如说你这个工具机，你也可以拿到工厂去生产什么，生产汽车，可是你也可以拿到工厂里去生产什么枪炮，他是这样子的指控。当然中国大陆完全不接受了。不过我觉得这个 Financial Times 这个讲法啊，Financial Times 我很喜欢看这个报纸，我以前这个，可是现在我对他的这个立论我都有一点怀疑啊。他这个讲法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啦，收回陆设在欧洲的基础建设啊，是因为欧洲即使是欧盟也没有权利，更不要说是北约啦，他没有权利收回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商业合约。这个没有国际组织有这个能力，包括联合国也不行，只有这些单一国家他自己愿意，他冒着跟中国大陆进行商业纠纷的产生巨大商业纷争的风险啊，他可以做。我就随便举一个现在比较大的这个港口设施好了啊。其实中国大陆虽然项目这么多啊，比较明确的港口就是在希腊有一个港叫什么呢？叫比雷埃菲斯港。这个港呢，2016年是因为希腊政府自己要把它私有化，然后呢把它的股权在世界标售，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际港湾公司把它买下来了，买了51%的股权，花了2.8亿。那么后续陆续呢，他就再继续加码，就取得这个港口的营运。结果这个港口呢，从过去世界排名第93名，现在已经提升到世界第40名。你要问希腊人，他对这个商业合约满不满意？希腊人很满意。那你说哪一个欧洲国际组织可以告诉说希腊人说，你把这个港口给我停下来？你现在中国大陆透过合法买了股权，取得这个港口的营运权你给他剥削，你给他收回，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们去年还在讨论，就是说当时这个汉堡港，它有一些码头要租给中国大陆的这个使用，最后吵了半天，结果汉堡港还是同意啊，对吧？他把他的港口出售给这个，就是说等于租借给中国大陆使用。其实在国际上这是蛮普遍的一个商业行为的啊。那你一定要解释它有军事目的化，可是问题你怎么执行？你北约能够叫德国去做这件事吗？德国都不见得能够让汉堡市政府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是听起来好像确有其事，实际上我认为困难重重。那现在他们这些中国大陆，比如说最近铁路来讲的话，对，大部分一带一路这个中欧班列铁路，它本来就中国大陆就不拥有这些铁路的这些使用权跟怎么样，跟所有权的铁路很少国家把它卖出去的，所以呢，这些铁路本来就是属于各国的。那只是说大家商业合约，我帮你载货而已。那这个中间它有一些就是说中欧班列有一些在关税上或检验上的一些互相的所谓的这种优惠而已啊，所以并没有所有权。有一条中国大陆帮欧洲修的铁路叫什么塞匈铁路，那塞尔维亚跟匈牙利都是中国大陆的铁杆，我不晓得欧洲哪一个组织可以叫他们把这个铁路把中国的股份把它踢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是听听就可以了。好，我们来问一下舰长，你怎么看这个北约第一次在中东设联络处，还特别设在约旦呢？其实现在北约到处设这联络处它也在东京设，现在也要在约旦设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想用北约这一个框架扩张到整个全世界去，可是有用吗？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北约自己都已经四分五裂。为什么四分五裂？举个例子来讲也就是现在
有部分的国家啊，他表达说，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他们的国家是反对继续打下去的。那如果要支持乌克兰的话，其实他们在国内是有继续执政的危机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国家都因为从俄乌战争之后的各种援助，然后一一的都已经改朝换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开始而已啊。那我们接下来啊讲到说，美国开始透过北约来搞这个，原来是小院高墙啊，现在要搞什么大院铁幕啊？大院铁幕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它就是要针对中欧班列啊。其实中欧班列呢，它有非常多的铁路，那经过莫斯科或者是经过南边这边，一直进入到西欧啊。那它的班次到底有多密集啊？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以重庆而言的话，重庆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四、礼拜六，他到德国，然后他12天呢，他就可以先到波兰，然后他到德国是16天。那如果是成都出发到荷兰来讲的话，他是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六，然后他也一样12天到波兰，然后15天到德国。那长沙也会有这样的到德国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一些都是国家的合约吗？不，这些都是商业合约，而且在商言商。我们来看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都是12天到波兰，16天到德国。那如果我们现在看看，如果从台湾出发，因为现在实际上来讲，红海这个航路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要绕过好望角上来。到荷兰，我们刚刚讲说，以荷兰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它也需要16天。可是如果以中欧班列来讲的话，对不起，以中欧班列16天就到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以这个好望角航线的话，这边非常清楚啊，它要34天啊，也就是1倍的时间。那哪一个商人会用更贵的价格走更远的路呢？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嘛。我们来问一下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在伊拉克，原本他们想要用人民币来结算，但是现在美国似乎也插手了。美国会插手是很正常的，美国当然要去阻挡这个所谓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中东有一些国家，它开始用非美元在做结算。那包括一些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它当然更不可能使用美元。对。那可是你说要到去美元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美元毕竟还是现在世界上主导的货币，所以你短时间之内要跟它脱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进程可能会很逐步、很缓慢的，慢慢对某一些国家来讲，它可能1项2项慢慢的去尽量去美元化，可是会拖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影响力不会这么快就消失了。那只是呢，我觉得最近常常传出一些新闻，听起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比如说北约要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吗？北约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经济组织，你凭什么去要求人家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个逻辑听起来非常奇怪。他说是为什么要去阻挡这一带一路这些东西？是因为怕那个大陆在欧洲建造的这些基础设施会被运用来去协助俄罗斯。你是忘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直接接壤？他要拿什么东西给俄罗斯，他直接给他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转一手到欧洲这边来？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我听不懂这胡说八道什么东西。所以这根本就是故意要营造一种氛围，说好像这个北约要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强硬了，要把中国大陆赶绝哦。可是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去干这种事，这听起来就很奇怪嘛，这完全不合逻辑嘛。反倒是我觉得《自由时报》写这篇写得很好。你是美国会。一旦假设真的下一届总统变成川普的话，川普会做出什么动作？其实没有人知道。你说他会退出北约吗？我个人认为是不会，但是他一定会要求这一些北约国家，你一定要尽量提高你这个投注在军武上面的 GDP， 这是自然的。而且他一定要求这些国家为美军在当地驻扎付出更多的费用，因为他上次就干过这种事。那最近拜登才在北约峰会上面很自豪说啊，我们现在已经有23个国家那个 GDP 超过2%都用于军事国防上面。你知道川普要求多少吗？川普要求你们至少4%。哇，2倍。对啊，
所以你觉得这些国家负担得起吗？如果他把 GDP 的4%拿去做了这些国防军武相关的预算的话，那他其他的社会福利的其他相关这些东西，你要知道欧洲这些国家都是很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那他的社会福利会不会遭受到进一步的压缩？那他们国内的人民会满意吗？所以川普恐怕才是北约未来最大的难题，而不是中国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